周二晚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100周年之际举办的重要多边外交活动，是中国共产党迄今主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全球性政党峰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的主旨讲话，为全球政党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引发参会政党领导人的高度认同，以及海内外舆论巨大反响。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习近平讲话中强调的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印象深刻。杰尼索夫表示，很多国家都在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展现出浓厚的兴趣，看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但一些国家在与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对比时，往往将自己的模式叫自由民主，却对中国的模式进行抹黑。对于这种做法，他极其反对。我完全反对对发展模式做一个标签，另外我也完全反对把不同的发展模式进行对比。我们知道现在全人类都面临很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团结，探索从不同发展模式里进行最好的实践，而不是让不同的发展模式相互碰撞，产生矛盾分歧，特别是有些人经常使用双重标准。杰尼索夫还提到了他几天前在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言的情景。在周日的世界和平论坛上，杰尼索夫力挺中国，反驳西方国家代表所谓中国共产党对外强加意识形态的论调。采访中，杰尼索夫再次用中文重复了他的观点。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Цзэдун为人民服务，служить народу, что в нем неправильного? 以人民为中心，谋人民的幸福，что здесь неправильного?对于习近平讲话中提到的愿同国际社会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让更多国家、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安哥拉驻华大使若昂·萨尔瓦多多斯桑托斯内图表示非常期待。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我们开拓了一种国际交往的新范本，向我们展现了通过国际力量团结在一起来克服困难的观点和视角。我们非洲的政党需要这种推动，我们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未来我们相信中共会团结各国人民的力量，来共同应对现在以及未来的挑战。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合多次强调的内容。外界注意到，习近平在此次讲话中再次表示，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是多边主义。多边主义践行的好一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就会解决的好一点。我们要共同反对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的各种行为，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I found in his speech concepts like global development, global peace, green development, multilateralism often referred. It implies that China and President Xi support mult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approach to address global development issues. Well, basically, the concept behind multilateralism is that there is no country that can solve by itself the global problems we are facing. And the only way to address those issues that affect everyone is to cooperate. So multilateralism is basically the platform for countries to cooperate and work together to address those global challenges. 本次峰会还设立了5个国内分会场，其中广东深圳分会场设在莲花山下的深圳市民中心。夜晚的深圳霓虹闪烁，流光溢彩，城市的地标建筑上永远跟党走5个字通过光影投射熠熠生辉。当晚的市民中心书写着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横幅高高悬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等标语鲜红如霞，格外醒目。峰会进程中，面向全球网络直播的视频画面多次切换到深圳分会场和深圳街景。回首百年沧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而深圳正是无数奇迹中的代表作，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光辉杰作。国内有5个分会场，深圳呢是其中的一个。深圳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样本呢，它的这种示范意义非常独特的。只要我们把方向走对，
持之以恒的这么走下去。那在峰会上，其实令我感到印象深刻的还有南场篇携手为人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员用他们的双手托举起为人民谋幸福的责任。那其中就有抗疫工程钟南山、燃灯校长张桂梅以及天问1号总设计师孙泽洲等。那这也与本次峰会的主题“为人民谋幸福，政党的责任”相契合。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之后，中国共产党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主旨讲话，引起热议。那对此您怎么看？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全球性的超大型的政党，不仅规模世界第一，而且具有重大的全球性的影响。首先，从时间节点来说，中国共产党刚刚举办了建党100周年的纪念活动，其意义非凡。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正处于2个100年的转折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有标准下的全面脱贫之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征程，也就是迈向下一个100年。在这样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节点上举办这样全球性的政党峰会，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奋斗的100年以及为之奋斗的下一个100年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以及取得的伟大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变迁的重要的故事情节。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历史性的时刻，也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的历史节点。第二呢，从空间来看，这次政党领导人峰会有2个看点。第一个看点就是在新冠疫情还没有过去，疫情之下，这次峰会的与会者共聚云端，在高科技塑造的虚拟空间中相聚，这充分说明我们生活在一个距离被消灭的空间之中，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真正实现了天涯比邻的直观感受。另外一个就是这次领导人峰会不仅在钓鱼台国宾馆一个会场，还在上海、延安、深圳、宁德、安吉等地设立地方的分会场，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革命圣地、改革开放、精准扶贫、生态文明建设等主题。通过这些分会场，事实上展现了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的时空画卷。第三，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经验，核心一条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政党是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力量，政党也是现代国家制度中的基础，执政为民是政党的使命。世界面临100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着战胜疫情、恢复经济的巨大的挑战，需要各国的政党、政府携手合作，共同为人民的幸福寻求合作共赢之道。中国共产党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经验，也为人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做出了新的贡献。作为大国的大党，不仅要为本国人民谋幸福，也要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通过多边合作协调，实现共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社会的宣誓和承诺。好，请孙先生保持在线，稍后将会继续连线您，谢谢。